听到鸡鸣声了，我们看一下凌晨时分的西江千户苗寨。多少人啊，前赴后继的，就为了眼前这一幕景色。哇，终于天晴了，山间飘荡着云雾啊。在中国西南的深山里，有一个被称为世界最大的苗族村寨——西江千户苗寨。在上集影片中，我们探索了夜晚的西江千户苗寨，1200多栋的苗家吊脚楼，从山脚一直亮到山顶，令人印象深刻。如果说夜晚的西江是神秘而震撼的，那么白天的西江千户苗寨则是鲜活的、真实的。哇，开心！今天晴天了，朋友们早上好呀！我们逛一逛这一个仙气飘飘的寨子。苗家吊脚楼，稀饭4元，馒头3元，肉包4元，豆浆5元，油条5元，一个鸡蛋通常是1.5元或者2元，景区里面卖3元。这位师傅告诉我们，现在还不算冷的时候，取暖用啊，主要是取暖。对呀、啊，取暖可以架炉子，这样吃火锅啊、煮饭都可以啊。这个是黔东南的糍粑哈，苗家糍粑特色啊。这是腊肠、五彩糯米饭、红薯玉米。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哎，里面有什么呀？花生芝麻馅，花生馅里面好好吃的，尝一个吧。好，来一个试一下。以前老人家打过来，我们现在他们年轻就不打了。啊，年轻的不愿意带了。哎，对啊，不愿意带不方便，他们就喜欢。你喜欢带吗？我们老了人不带也不好看，人家也笑，人家那么老了还要喜欢搞那。啊，这个是花生芝麻。那个是黄豆粉、黄豆面啊。因为我昨晚看啊，这个苗家的糍粑它是裹着黄豆面的，那么有一些店家就把黄豆面放到这个馅里面了哈。这个地方就是交通枢纽了，叫
1号风雨桥附近。像西江千雾苗寨的海拔是800多米，刚才无人机的话，就是一旦飞到1000米左右的海拔的话，就全部被云雾笼罩着，就看不清这个寨子的情况。由此可见啊，这个寨子的话，常年是云雾缭绕的。这个示意图啊，西江博物馆、芦笙场。还有民族歌舞表演场、项圈广场，在今天不同的时间点都有演出啊。我昨晚也是做了功课的，因为我刚从龙脊梯田回来嘛，跟着航拍我也发现了这里也是有梯田的哈。嘿，这些草是喂猪吗？喂马。喂马。哎。哦，咱们养马是有什么用途呢？这个交通不方便了，是要马来托运的。哦，山区哈。哎，山区的。啊。这是一片梯田。哎，越南游客哈，冇嗨吧？哎。早知道不让他撒这些黄豆粉，把我这个手都这个软软的。糯糯的。西江梯田观光区，田里走一走。大姐，早上好呀！咱们这边水稻是几季的？1季。几月份开始播种？几月份收？ 10月份开始，到了8月份收。像一个人有几分地呢5分左右。一个人有5分。现在这里种田的人还多吗？种的很少种，那个像好的，在那个坡上面了，要全部放弃了。啊，山坡上的全部放弃了。哎，就要不搞了，全部先去打工1天，再少100多块钱，100块钱，做这个上的家就不错。大姐说，山上的田好多人家都已经放弃了，太远了，反正宁愿打工也不想种田了。苗家呢，它的这个叫顺山而建的吊脚楼啊，这个叫白水河，最终流入长江。西江千雾苗寨位于贵州省雷山县东北部，这里四面环山，梯田依山开垦，白水河穿寨而过，将西江苗寨一分为二。寨内吊脚楼层层叠叠，依山而建，又连绵成片，形成了其独特的背靠青山、脚踏玉带、一水环流的一个美丽的景观。苗族农耕节日仪式、服饰、饮食、歌舞及其遗风古俗，在这里世代相传，被中外学者和民俗学者称为保存苗族原始生态文化比较完整的地方。这个石桥还是挺独树一帜的，监控网络智能化，多功能气象站摄像头，紧急报警。为什么有一些田已经离地了，有一些还有绿油油的秧苗呢？这座桥叫陆家桥。
前面是1号风雨桥，感觉这些稻谷怎么割的这么随意的？你看，1号风雨桥。你好。然后这边往前的话，这里是有个项圈广场。我在黔东南发现苗族很喜欢建风雨桥，不仅在西江丘苗寨，在雷山县城等等地方也能看见，而且这些风雨桥呢都十分的精美哈。后来我了解资料，就是苗寨呢大多建在这个深山河谷里面，村寨之间沟壑纵横，河溪密集，而且年降水量大，那么没有桥就出门就很困难。另外呢，苗族人就是世代擅长木构建筑，比如他们用木头搭建吊脚楼，对木结构是非常熟练的。那么用同样的双卯技艺造桥呢，就能造得不用钉子的、抗风抗雨的、可使用几十年的又美观的一个风雨桥。而且呢，苗族它在山里面嘛，没有城市的这个广场跟公园，因此呢，风雨桥是苗族同胞休息的地方、聊天的地方、吹芦笙的地方、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地方、老人看风景的地方、节庆活动的舞台啊，它是村里最热闹、最具社交功能的场所。那么苗族桥的数量多，说明这里的社会生活越丰富。最后呢，在苗族人的观念里面，这个修桥积德，修桥就是行善，所以呢，人们愿意这个捐钱、捐木头造桥。修桥的人呢，积善德，能保佑家族平安。哇，这一排的旅拍店，大哥，回来了，你好啊。苗家柴火腊肉啊，也是特产。这里是芦笙场进行演绎的一个小广场，好可惜啊！今天的好多演出都取消了。平时呢，每天不同的时间点有例行的一个文艺的，这个苗族民俗演出的，今天没赶上好的时候。苗家儿女吹着芦笙，穿着银饰苗族服饰，西江苗族博物馆免费开放，凭身份证入场。生活习俗厅，先来看12道南门酒，待会儿我们去看真实的，这只是一个博物馆版的南门酒。见到了自己的爱人，相见的一刻，新郎新娘渐渐心中爱意绵绵。上午11时30分许，新郎官带着新娘子出门了。看一下苗族的长桌宴，主要是双太仓、双汤鱼。火塘烤腊肉，苗族的婚嫁习俗啊，接亲男方发草携钱，新娘则及时出门抢嫁妆，嫁妆背新娘过桥。凌晨5点30分，天还没亮，苗族突亲正式开始，到了女方家大门口。随后，他们根据这个是酒具，烤酒的，这边就是家家户户都会自酿糯米酒，它的口感比较柔和，豆腐鸡制豆腐的，也是豆腐鸡。
苗族迁徙线路图。像苗族的先祖呢，最早是生活在黄河的中下游的，因为战乱，经过多次的迁徙，就来到了这个我国的西南一带以及越南的北部地方。雷公坪天书长片。西江前务苗寨现在有1432户，6000多人，苗族人口占了99.5%，故有千户苗寨之称，是我国历史文化名镇、世界第1大苗族村寨，野东等8个自然村寨组成，寨内寨寨相连，户户紧靠，木质吊脚楼群依山而建，层层相连，气势宏大，独具特色，民族风情浓郁，是世界最大并且最具观赏性的苗寨。祖先蚩尤和炎帝、黄帝呢是并列为华夏的3大始祖，那时候呢是生活在黄河流域一带的。我们这边大多数迁过来的村民呢，都是从山东、河南、河北这3个方向迁徙过来的。那第一次大迁徙呢是在炎黄时期，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祖辈们呢是从黄河下游的南端一路呢迁到我们长江中下游这个地带，在那里呢，我们是建立了一个3苗部落，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湖北以及我们的江西。第二次迁徙呢是尧舜禹时期了，那个时候呢，我们余下的一些主要部分呢，主要是迁到了鄱阳和洞庭以南的一个崇山峻岭之中，所以现在呢，湖南那边呢也是有我们的苗族。我们也是在第2次迁徙的时候开始去到了山区。为什么苗族人喜欢吃酸？因为我们长时间以来呢都是往山上去迁徙的，那么在山上大山里是非常缺乏食盐的，我们要吃东西要饱腹，同时呢也要考虑到它的口感，所以我们用西红柿放在坛子里面呢，酿造成酸，它就能够代替食盐同时呢也有利于胃肠道的一个消化和我们的蠕动。第3次迁徙呢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了，那个时候呢，我们有一部分的苗民呢是迁到了哪呢？重庆这个地界，在武陵山区。当时呢，国人称我们是什么呀？武陵蛮和武西蛮。以前呢，还有人说我们是山土匪那第3次迁徙，有一部分的人呢是定居在了四川，定居在了重庆。那更多的呢，我们是随着咱们的老祖公们一路南迁，去到了哪？去到了那个多柳江的一个沿岸，也就是我们春操的故乡龙江。在龙江那边呢，就分散开来了。有一部分的支系呢，我们是去到了雷公山。在雷公山，我们有在小丹江定居的，也有在方祥苗寨定居的，也有在乌东定居的。最后有一支苗族支系，也就是我们西江的长群苗，就去到了雷公山的一块腹地，叫做雷公坪。雷公坪的话呢，它是四周，这边有它的图片，这个是我们的雷公坪。雷公坪的话呢，它是在四周山去打猎，就来到了西江苗寨那中间这个玻璃展柜里面存放的呢，它就是我们苗族的无字天书。大家仔细看，其实能够刻水。那我们的祖公们他们就带着这个天书呢，就不好去携带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时呢，很多的字迹呢都被我们的这个河水呢给冲刷掉了。那以至于到现在呢，苗族的这个文字呢，它是已经没有了的确切的告诉大家，苗族是没有文字了的。我们苗族人说话的我们苗族人的那个历史，包括我们的语言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的一个方式。苗族的小孩子他也不是生下来就会说苗话，我们是从小呢待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个语境里面所以我们才自然而然的学会去说苗语的。那我们苗族的这些老百姓们，他们只要跟自己本村寨的人在一起呢，我们都会去说苗语，而且会称呼彼此的苗民那这个是我们雷山县境内呢15项国家级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节日的话呢就有2个，一个是咱们的古藏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苗年。
古藏节13年才会过一次，一次过3年，是非常隆重的一个祭祖大典。苗人心中，我们的祖先蚩尤，他的灵魂呢就是住在这个铜鼓里的，所以呢，鼓在苗人心中啊，它是一个神圣且不可磨灭的信仰。不管我们在哪开山建寨呢，这个铜鼓就会跟着我们到哪去。那我们这200多个苗族村寨里面，绝大部分呢，我们都会修建一个藏鼓洞。那过去就是在山上开凿的一个山洞，我们把这面鼓呢给它存放在我们的洞里面，13年才会把它从山上请下来那把鼓请下来过后，我们的苗王，也就是我们的古藏头，他要去做一个祭鼓的仪式。在曾经我们是3牛祭祖的，那个时候呢，祖先是认为牛它的灵魂能够代替我们去沟通人神。那所以呢，3牛祭祖的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呢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但后面呢，我们发现水牛对于我们的生产劳动来说呢，它是具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贡献力，所以到后面我们就决定不杀牛了，我们改为杀猪。那古藏节它会分为跳鼓、琴鼓还有颂鼓。起鼓的这一天的话呢，就是由我们苗王和他家里面的人一起去到这个藏鼓洞，把我们这个鼓呢给它请下山来。那同时呢，老百姓这个时候还是不能够去到我们的那个铜鼓场的，要什么时候才能去？要等到他们家里面的人先到这个芦笙场跳3圈，那我们的村民们才能够陆陆续续的来到我们的这个广场中央去瞻仰我们的这面神圣的铜鼓那跳鼓的时候呢，跳鼓的话呢，我们这边基本上呢就会做很多的一个文娱活动，像阿哥阿妹会出来讨花带。讨花带的话呢，其实跟游方也是差不多的讨花带呢，它是有父母参与的，但是我们游方的话呢，是阿哥阿妹自主一起出来约会、谈恋爱的这个意思那再就是斗牛、斗鸡、斗猪、斗狗等等这些比赛那苗年节的话呢，刚刚也说了，是我们苗族人的春节更加的人士可以去拍拍照。这个是一个藏鼓洞的一个还原景象博物馆的2楼，看一下苗族的服饰。鱼的图案那这就是龙。龙在苗族人心中呢，人守寨，龙守财，所以我们的风雨桥大多数呢是以龙为命名的。那我们苗寨里面的风雨桥呢，也就是我们苗寨的招财桥、守财桥。那这就是这个飞鸟。刚刚我们在那个5号桥那个位置项圈广场，咱们看到的那个板凳舞，他们穿的那个服饰，其实也就是跟我们的飞鸟、锦鸡有关。在过去呢，他们的主公是跟着飞鸟的足迹跟着我们锦鸡的足迹，去到了他们现在生活的地方，并且呢，锦鸡在嘴巴里面呢是携带了一颗能够生根发芽的种子，所以我们那边那个支系阿妹他们的服饰都是对。非常的翘，非常的短，就代表着锦鸡翘翘的这个尾巴的这个毛希望呢它们能够自由自在的。那蝴蝶的话呢，是我们苗族人心中的母育了12枚蛋这12枚蛋里面呢，其中1枚就是我们苗族的先人，我们也不可能跋山涉水到其他的村寨去支持陌生人，所以后面他们2个呢决定呢结成了联名。为什么我们苗族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是金器反手咱们日常生活中呢是不穿盛装的，那我们日常生活中穿的就是便装。我们前期也要准备，基本上是双数6套、8套、12套、22套这样子那头上戴的那个花，在过去的话呢，我们是有区分的。那时候的话，嫁女人的头花。这是银牛角，一个有10多4斤。把梳子固定在上面。我们今天要出嫁了，那我们会把这个牛角给它卸下来，在这个银帽上方呢会插3个银雀那我们成家了，变成了姑妈，生了小孩了，我们再去到游方场呢，我们会戴这样子红色的一个头巾。在头巾边上呢，我们会钉很多的银饰，那旁边会插银花，中间也是一样的，会带2个到3个这样的银雀，也就代表着开枝散叶的意思那全身的这套银饰加起来的一个总重量呢，大概是在7到10公斤左右然后下面这个裙子的话呢，就叫做飘带裙。
从上往下数呢，一共是有5条，代表了苗族5次迁徙的一个历史进程，也代表了我们雷山县5个苗族支系是紧紧相连在一起的哈。这个是阿哥送给阿妹的一个定情信物，我们的银梳子。那在阿妹出嫁的这天呢，妈妈会然后这个是成为姑妈过后呢，头顶上扎的那个银雀。这个玻璃展柜里面呢，存放的这些银饰呢，全部都是纯银的啊。那再就是这个银帽，我们可以看银帽上方的话呢，它是有2个小圆孔的，就是方便我们随意的去更换咱们的这个发饰哈。然后这个是成为新娘子当天我们戴的那个头饰啊。那我们这边的话呢，新娘出嫁，她在妈妈家出门之前，那个头发就得梳好，然后这个头发记住啊，梳好了过后就不能再散落下来了。梳成什么样子，那就是什么样子了啊！一定是要完完整整的出嫁啊，然后完完整整的呢，就过完她的人生啊。那再就是这个就是项圈，这就是我们在项圈广场上面看到的那个项圈。项圈中间掉下来这个原色的这个圆形的这个图案的话呢，它就是我们的铜鼓了。那旁边有龙纹啊，有我们的花草树木，对不对？好，那我们这个盛装，它在需要去穿的时候，才会去把这个银饰给它钉上去。那在不需要穿的时候呢，这些银饰呢，全部都是给它卸下来，封箱保存的。因为纯银嘛，它遇到空气的时间越长，它氧化的速度呢就会越快啊。高牌炉生，这苗族最主要的乐器啊，就是芦笙啊。有一些芦笙真的是超级长的。看一下13年举办一次的古藏节，很隆重。苗族的生产生活，展示各种生产的工具啊，织布机。草鞋机、卷纱机、绞纱机、棉花机、鱼笼捕鱼、高山流水。前往小北门。好，谢谢。茅台酱香酒，中国酒店。雷山县西江镇啊，原来这个千户苗寨是隶属于西江镇的。小北门，赤梨，以神谷之王，它的营养高呀，营养价值高。啊，维 C 之王。啊，苗家五彩糯米饭，黑毛猪香肠腊肉，苗家现打糍粑。看，镇上的这个干货店卖猪肉、米面、粮油、蔬菜、水果。这个农贸市场里面。这些巷子啊，山村来说，这些街道还挺宽敞的。卖这个雪藤果哈，我在龙脊那边也见过了。雪藤果，苗家腊肠，10块1斤哈。这些腊肠呢，一根的。10块钱一个。啊。是10块钱一个。这是必须的，这个我们这是自己的，自己做自己卖的，必须的1个月吧。1个月啊。排骨、猪蹄、苗家腊肉五彩糯米饭。哦，这是昨晚来的6号风雨桥。嘿。
从山上去割草回来的奶奶。糯米酒25元1斤，这是小北门，在这里换乘前往大北门看苗家的南门酒。我有2000多年嘅历史啊！这里距离大北门1100米。请往右边通道检票场。又开始有点体力不支了，现在感觉特别容易疲惫，晚上没睡好，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没睡不好。还不错，这个地瓜挺甜的，糯糯的。开往大北门、黄四华、山崎其他乘客。对面的应该就是景区外的，它应该就是真正的苗家的吊脚楼。这一次来到西江秋苗寨呢，因为明天就是苗年啊，那么很多苗寨原本每天例行的一个演出啊，南门酒啊，或者一些原生态歌舞啊等等的都取消了，因为这里的演艺人员已经调到20多公里外的雷山县了，因为雷山县明天呢将有这个非常隆重的苗年一个活动啊，所以过去排练了。还挺可惜的，什么都看不到。那明天我们都会看到的，明天会看到更加隆重的一个演出啊！这里是大北门，还可以坐索道，坐索道就去到那个西门。昨天我们从西门进来，那里有个超大的一个。是由多个村寨组成的西江千户苗寨啊，我就觉得挺遗憾的，因为这里原本的寨子啊，已经看不到在地性了。我感觉村民都把自己的房子出租，然后去到别的地方，生活啊，这里只是作为他们的一个工作的场所了，像是一个人抽掉了灵魂一样，路基垮塌。这种旅拍店也太多了。这里直播的人最多，由此可见，这里是西江秋苗寨最名片式的一个画卷啊。天，你这搞直播昨晚下了一晚的雨啊，你看全是民宿、客栈、酒店。妈呀，这歌我经常听啊，很好听。妈呀，哎，妈呀！这里是西江秋苗寨的银项圈广场。银项圈俗称万年菇，它是一种戴在儿童脖颈上的装饰物。小孩子戴上银项圈，一说明父母把儿女看得金贵，把希望和未来寄托在儿女身上；二呢，则根据迷信的习俗来看，银项圈这明晃晃的东西，据说可以驱邪辟邪、逢凶化吉，保佑孩子无病无痛，好
好扶好养。总之，从某种意义上，银项圈就是希望的寄托。高山流水体验，一位是29元。招牌有5种语言啊，日语、韩语、英语，还有这个是什么语呢？到处在旅拍。汛期水位升高，禁止靠近。你这小摊仓皇逃跑的感觉，前面警车来了。两只手这样吹。好。
雷山银球茶，当地特色茶。昨晚吃了麦当劳啊，今天吃肯德基。麻辣鸡塔堡，2个奥尔良烤鸡翅，1杯美式咖啡，35.5元。昨天搭车过来的时候啊，这个穿越一片又一片的这个山岭啊，就觉得这里挺山卡拉的。但是这个地方居然有挺方便的一个麦当劳、肯德基都有。苗族到处都有铜鼓的一个元素啊，这也是一个铜鼓的图案。这黑毛猪一般是多大的？半岁、1岁？快1岁左右吧。快1岁左右，要一点点，少要一点啊。这卖这个黑毛猪肉串的小摊挺多的，我就选择来这一家，它就是现切、现串、现烤，所以会做营销还是挺重要的哈。10元12串，它是一串瘦的，一串肥的，试一下。拉着马的马夫啊，这还不错，肥瘦相间的，味道挺好，挺入味的，也不觉得太柴，还不错。走在路上，你就是到处都能看到这个吃这个小串的人啊。这里就是长销乘车点下来500米的一个观景台。其实这个视野跟我住的民宿的阳台的视野是差不多的，因为我的民宿就在这附近。看来昨晚选的房间还不错。这里是地势比较高的一个观景台啊，可以俯瞰西安千户苗寨的一个全景。待会儿走几步就到民宿了。我怎么觉得这个视野还没有我民宿的视野好？哈哈，你看它这里有屋檐挡住了部分的一个。好多的民宿它有那个屋檐的道具，你付费进去拍照以后就站在那个屋檐上。玉山开路，这里应该是一个小石山，慢慢的走到民宿，然后这个西江秋苗寨之旅就画上句号了。我将要前往它的一个县城叫雷山县啊，那里将有隆重的苗年活动。
还有一个篮球场跟网球场。哼。这个可能叫黄樟树。铁丝网围着的小石山。再看一眼这个景色，也许这就是最后一次来这里。人生有多少个一次？本集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下节呢我们一起走进贵州黔东南雷山县非常隆重的，我觉得非常令人大饱眼福的苗年盛会。好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帮忙点赞、订阅我的频道，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见。